栀子花3种黄叶1种交尖的问题，咱们今天总结一下。你养护出现黄叶的时候，咱们可以对比一下。第一种就是咱们新买到的这个栀子花出现那种花枝中上部的黄叶，注意啊，它不是顶部的黄叶啊，是这个中上部焦黄的叶肉黄。它不是缺铁啊，它是砍根以后这个花盆里边的这点根系水肥供应不足。这时候你别慌啊，你就别给它缺水，5天左右咱们通用的和观花的营养液交替给它使用一次就行。那么它大概黄个10多片，它就不再继续的黄了。那第二种黄叶就是顶端黄叶，叶脉绿叶肉黄的这种偏黄绿色的黄，少量的这种黄是缺铁性的黄叶，咱们可以用硫酸亚铁灌根啊，有效果，但是见效是比较慢的。咱们也可以用螯合铁去灌根加喷叶去使用。出现大量的这种叶脉绿叶肉黄，或者是新叶全黄，是白黄色，有的时候新叶会出现焦尖。那么咱们锁定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土壤偏碱比较严重，第二个就是这个花盆里边的这个老根损坏太多，它新根生长出来的又太少。那一般情况下都是种植3个月以后出现这种黄叶，大面积的这个黄白色，一般咱们去建议换盆换土。所以我一般用这个微生物基肥去持续的刺激生根，调节土壤酸度，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避免拯救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那第3种黄叶就是花盆底部的黄叶和吊叶，注意啊，这时候区分品种了。像这种大叶的栀子花底部出现黄叶啊，从中间往外黄，那一般都是缺水的症状。那咱们浅埋浅种的前提下，咱们把水给它浇足，可以配合用点这种通用的营养液，一般10天左右它不持续的黄了，那它就好了。另外一种就是小叶栀子花，它会出现从底部往上发黄，它的叶脉发黄。小叶栀子花的这个黄，咱们前期可以给它补充水分。如果这个黄叶它一直往中上部发展啊，这个止不住，那很大可能就是根系不行，老根坏死，新根长不出来。那整个花盆哪边的掉叶比较严重，那咱们就拿一个勺子沿着这个盆边往下挖土，挖不到根系或者挖出来的根系是黑色的，咱们只能换土去拯救。那拯救越早，这个成活率越高。那么再赠送一种黄叶，栀子花的这个中间的部位黄叶，叶片是正黄色，就是因为咱们养护的时候啊，这个太阳照射不到，光照照不透，中间这个属于缺光性黄叶，啥也不用管，咱们给它摘掉就可以啊。那么还有就是栀子花焦尖的问题，栀子花焦尖一般都是老根退化，新根长不出来。哪边的焦尖多，咱们就沿着这个焦尖下半部分的这边的土，咱们往下抠，检查这边的根系。你挖不出来白根，那咱们只能去换土。这个就是我每个月都用这个微生物基肥刺激生根，调节土壤酸度的原因，提前预防植物出现问题。不是出现问题咱们再去治疗。养花没有绝对性，没有100%的概念。我今天分享的都是总结的大概率的出现一些问题，减少你走一些弯路，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就是经验汇总。咱们尝试去检查、去预防、去治疗，循序渐进的去养花。为啥这个栀子花它就是养不活呢？其实咱们都被这个栀子花给骗了，今天彻底给它解剖了，让它裸奔。这个栀子花它在培育的时候啊，它这个根系啊，它是扎到这个土壤里边的。那这么小的一棵苗，长了那么多的花苞，那么多的叶片，并不是说它用了什么激素了啊，它主要就是扎到这个土壤里边的这个根系粗壮，毛细根特别多。但是呢，这个主要的这个吸收水分养分的这个根系啊，它在发货的时候它被剪掉了，不然它是发不了货的。那这样就是原先100张嘴来吃饭，那给砍掉以后，它可能就变成30张嘴吃饭了。那这样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营养不良。花盆里边的这点根系只能维持它现有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咱们多浇水，咱们是要保证这个栀子花到家以后，这个根系别干瘪，保证它一个平稳过渡。养护1个月到2个月，它这个新根长出来以后啊，咱们可以逐渐的减少这个浇水的频率。那花盆里边这个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不足，那么这个栀子花一定会出现黄叶，这是不可避免的。它这个黄叶它还十分有特点呢，就是这个叶脉绿叶肉黄。给你的误区就是缺铁性黄叶，咱们查一个视频就是缺铁，查一个视频就是缺铁，这时候你就慌了啊！1号、2号什么2氢钾，这铁那铁的啥玩意儿，嘎嘎你就往上怼，怼完了以后，它这个土壤含盐量飙升，它反倒是导致这个新根不长了，叶片黄的更猛了，叶片黄的越猛，你越给它怼。那这样就是恶性循环，本来人家这个原盆土里没有盐害呀，没有碱害呀，反倒让你整出来这个盐害，土壤过酸或者是过碱。那这花越养越完，买一盆使一盆。就是视频看的太多了，整的太复杂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这个底部的这个根系呀被砍掉了，水分和养分吸收能力弱。
这棵是之前菜刀砍的这个栀子花，它也不黄叶，它也不掉包，我就是简简单单的用这个有机的营养液，3天到4天一次，观花的和通用的轮着用。它里边这个腐殖酸的含盐量少，它是有机的，它不破坏这个土壤环境，土壤环境好了，它才能长根啊，根系长出来多了，它才能够爆发性的开花，而不是说这点根系它就能爆发性的开花。它养分吸收不足，它只能1朵2朵的那么开，1个月2个月的这个花苞打不开，掉花苞，都是因为这个吸收水分养分的能力不足，这个根系是有缺陷的，这太正常了。咱们养花施肥啊，简单点，有点耐心，它才能长根，才能开花给你看。换季了啊，咱们养花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这个时候植物容易出现问题了。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光照的时间增长了，阳光照射下，这个植物的叶片的温度会升高很多，加快植物叶片的一个增生作用。植物这时候需水量是比较高的，咱们尤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啥呢？在阳光的照射下，花盆里边的温度同样升高了，它加快了盆土表面的自然水分的一个增生量，叶面和盆土的增生量同时增加，植物这时候需水量它是加大了啊。咱们需要适当的缩短一下浇水周期，尤其是叶片多的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很容易出现缺水的一个症状。那么像这棵栀子花就是极度缺水以后变成这样了啊，它是恢复不了的。那第二点注意的就是，当这个土壤的温度升高以后，植物的这个根系生长速度变快了，这时候咱们注意啊，不要刻意的去控水，控水根系容易出现问题。咱们买过这个微生物有机肥的啊，这时候可以适当的稍微多加一点点，刺激植物根系快速的生长，达到一个爆根的状态。那第3点注意的就是很多冬眠的这个植物啊，它植物刚冒芽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着急施加氮磷钾这些元素肥。那什么时候这个叶片长出来2对以上，它能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以后，咱们再去施加一些大量元素肥。那第4个就是像栀子花的这种春季开花的植物，这时候咱们适当的要减少通用肥的使用，咱们可以尝试用这个催花的营养液或者其他的催花肥去给它进行催花，避免通用营养液用多以后造成植物这个旺长。那第5点就是咱们给植物换盆了。那像栀子花这种，咱们这时候要给它催花的话，想让它去开花的话，那咱们这个时候尽量的不要去换盆，咱们挺一挺，等花吹出来以后，花败以后，咱们再去折腾它。新买的栀子花到家20天黄叶，1个月这个花苞它也打不开。光温水汽肥到底差哪儿了呢？咱们上个视频说的这个栀子花，它主要根系它在这个地里啊，它发货的时候是剪过根系的，它其实就差在这个根系上了。到家20天，一般都会出现上半部分的这个位置，它出现黄叶，焦黄焦黄的。尤其是那个重生栀子花出现的概率比较大，这个就是它剪过根系的结果。咱们能做的就是你别慌，别感觉自己是不是水浇多了呀，不敢浇水啊，咱们就保持一个土壤的湿润，咱们不能让土干。你要做的就是坚持住，挺住。它1个月不开花，你也别着急，千万别像配中药似的，啥肥都往里整。这个花它是活的，它也在调节，它争取活着，咱们就别给它缺水，用肥呀单纯点，简单一点，但努力的把新根长出来，自然它就开花了。那用肥不对，就不是催花了，那是催命。这个肥它不是药啊，肥不治病。养花的人你记住这句话，别再去问这个肥能不能把这个植物救活了。利用这3盆花给大家来一个这个施肥攻略，咱们别进误区。3种状态的苗，咱们老规矩给它拔出来啊，对比一下它这个根系的一个状态。这个半死不活的，咱们这个根系对比，这回看明白了吗？那这颗半死不活的这个根系腐烂的比较多，那另外一颗的这个根系啊，新根就上来了。所以啊，像这个半死不活的这个状态的，咱们要以这个养根为主。咱们记住了，你像花多呀，这个缓释肥呀，咱们给它停掉啊。化肥里边都含盐，你用多了不是救它，是在害它。这时候咱们可以参考我上一个视频说的，咱们去换这个盆土去拯救一下。咱们也可以这个在浇水的时候用1到2次这个生根液，这个生根液别用太勤啊，用1到2次就行。咱们也可以用这个微生物有机肥，让微生物分解土壤当中的盐分，同时刺激它这个新根生长。那植物这个状态它是虚不受补的啊，只浇清水它都比用肥强。咱们这个时候别强光去暴晒，盆土啊别太湿了，保持这个潮乎的状态就最好。像这种的，咱们浇水可以1到2次，不给它浇透啊，少浇一点水。那第2种，这个植物的状态，它这个新芽全面的爆发，咱们不用像我似的拔出来看看根系啊，这个植物是对称的，上边叶片好，
它根系它也不能赖。当它这个新芽长出来3对叶片的时候，咱们可以用这个官花的营养液去给它催花了。1毫升这个营养液兑水2升到3升，咱们浇水就给它用，连着用3次，这样去给它催花。那像那种叶片没到3对的，咱们可以适当的用这个通用型的营养液啊，1比2000到3000兑水，咱们用到它这个第3对叶片展开的时候，长出来展开的时候，换这个官花的营养液去催花。那第3种状态就是这个植物啊，它有花苞了，同时呢，它这个新的枝条也很多。那我想让它这个新长出来的枝条也开花 ，OK 啊，官花的营养液1毫升兑水2升到3升，咱们浇水就给它用，连着用3次。这个时候能让它这个花苞长得更大一些、更多一些，也让这个新枝条提高这个开花的一个概率。那么家庭养花基本上，那么就是这3种情况，咱们根据不同的情况，针对性的去施肥就 OK 了。我养花其实就是这一套啊，这改土养根的，提供大量养分的。咱们施肥简单一些，肥料用的太多太杂，反而对这个植物有害。咱们养花施肥不要进入误区。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